Hello，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晚上超过12点了。可是因为弟弟明天有一个他 Vorschule 的这个 gemeinsam Frühstück，就是每个家长都要带一道，就是做一样早餐去跟他们全班一起吃早餐。然后我分配到的是蛋糕的部分。然后我想说，因为现在 Corona 还没有真的完全解除嘛，虽然大家都已经不戴口罩了，那我就想说，我还是做 muffin 好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就自己做，因为其实我也有很多 muffin 的 recipe。可是后来就去逛超市的时候，看到这个新出的 Haribo 的 muffin， 就它上面有很多这个金黄色的 Haribo。那我想说，他们小孩子都很喜欢这个小熊软糖，然后再加上今年是小熊软糖的100周年纪念，所以今年会有一些100周年的限定包装的 Haribo 软糖。好，那我现在言归正传，我现在要来做这个 Haribo 的 muffin。它需要的材料很简单，因为我有这个肥帕孔嘛，所以我只需要3种材料。第一个就是这个植物油，这个 rapeseed。要120 ml 的植物油，然后这个 Citron Limonade 柠檬汽水75 ml， 然后还有2颗鸡蛋，然后鸡蛋我就买了这个有机的，就才2颗嘛，想说用好一点的，就这3样材料，油、汽水。如果大家来德国生活的话，虽然小孩子的一些活动常常都要做蛋糕、做muffin。可是有这个肥帕孔，其实都还蛮容易的，或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小点心。从姐姐上学以来呀，我真的做了非常多次了。然后这种一起吃早餐的活动，自己准备一样东西去的这种共同早餐也非常多次的，因为他们就是很注重这种家长之间或是小朋友之间的社交，从小就是这样子。那这可能是大家来德国生活，尤其是有小孩的，融入这个 community 的第一步。那你也可以做一些你熟悉的东西啦，只是说当你不太知道他们喜欢什么的时候，就是用肥帕孔做，其实算是最简单又最安全的方法。对，我大概20分钟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如果用这个肥帕孔的话，因为就是把东西拌一拌、搅一搅，然后烤一烤就结束了。在上面装饰一下它附的这个小熊碗。我先把里面这个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附的东西。这个就是100周年的小熊软糖，100年。我在想，我们今年年我们可能会回台湾，所以我们有在想可以帮我们频道的守护天使的会员带每人1包这个小熊软糖，就是上面有写100周年纪念的小熊软糖，正常包装的。说请守护天使等级的会员，只要寄 email 给我你们家的收件地址，我就可以把小熊软糖寄给大家。然后另外我们可能会买个20包、50包，来给大家做一个小熊软糖的抽奖。这个也是他们附的。这个 bug form， 其实这个我们家也很多，就想说，既然它有附这么可爱，上面有小熊软糖的图案，我就用它的好了。准备这个烤模，因为这样它这个才不会你弄了那个面糊之后，它会这样旁边软掉。要有这个烤模把它 hold 住。好，这边就是12个，bug mission。这是要跟蛋啊还有油混在一起的，然后这个是上面那一层白色的糖霜，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放在旁边，以免搞混。对，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一包剪开。每次要做 muffin 的时候啊，这个道具是我的 muffin 神器，这是我在 Chibo 买的。它这个把手这样子压的时候啊，里面的面糊就会跑出来，然后就可以一个一个这样子移动。等一下我会展示给大家看。这个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然后这是可以放在洗碗机洗的，这样。对，觉得这个很好用。然后我现在要用搅拌器来搅拌一下。
刚刚这是搅拌好的，然后我现在把它倒进去。要用这个刮刀，用这个刮刀把它都刮干净，这样子。好，我现在都已经分配完了，用刮刀刮的差不多了，就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拿去洗碗机洗，就把它的气泡刺破，然后让它弄平一点。刚刚我们已经预热好烤箱180度了，看一下预热多少。它要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然后要放在中层。刚刚用这个分配的它旁边都会很干净，就是都不会滴到旁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用。但是我没有在卖这个，这是很多年前在Chibo买的。虽然说它表面会有一些这种气泡我刚刚已经有震过好几次了，不过没关系，因为它烤完之后还会在上面涂那个糖霜嘛，所以这个如果说上面没有很平整的话都没有关系。烤20分钟，差不多烤好了，把它拿出来了。上面虽然有点裂开，可是我们会涂糖霜上去，所以可以把它盖住。然后因为 muffin 它多少会蓬出来，所以当时在弄这个面糊的时候就不可以弄太满。柠檬汽水也可以拿来喝，喝一杯。好，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glaze。现在就是准备一个碗，然后把这个糖霜的粉倒进去。通常这个糖霜都会用不完，因为它都会给蛮多的。然后我不希望小孩吃太甜我都不会把它加太多。它这一包真的超多的，如果全部都把它涂上去的话，这是很恐怖的糖的量。你看我都已经倒了大概半碗了吧，这里面还有一半。就是慢慢加汽水，不要一次加太多，这样它才会勾勾这样。这样调一调，它就已经有点勾勾了。然后我们要等这个 muffin 它冷掉了之后涂这个，这样子它比较容易干。再要把我们的小熊软糖剪开，先来吃一个小熊软糖，偷吃一下。这个就是柠檬口味的，所以跟它就是很搭。涂这个糖霜，妈妈都不希望小孩吃太多糖嘛，对吧？可以边涂边把小熊放上去。接了一些这草莓，如果不想吃小熊的人，可以吃一点草莓。在草莓上面也弄点糖霜。这瓶汽水呢，他说是粗可फ्的，就是没有糖的，不过喝起来还蛮好喝的。好，我终于完成了。这一排是有草莓又有谷米片签，这排是只有草莓，然后这一区都是谷米片签，还剩下这一些，因为这样大家比较有不同的花样可以选择。这样子我明天早上就比较不会匆匆忙忙的。现在先等它全部都那个糖霜干燥之后，再把它装到那个手提篮，装到这个盒子里了。里面有铺一点那个纸，然后呢，它这边有个盖子，可以把它盖住，这样子提到学校去了。好。可以提到学校去了。现在秋天，树叶都变黄了，是他们放脚踏车的地方。
借由这样子的家长和小孩以及老师的早餐聚会，我有4件事情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是弟弟现在的学校。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每一个家长都要准备1道菜的 party 中，每个家长要准备多少分量的餐点呢？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觉得，小孩班上有几个同学，我就应该准备几份，这样才不会吃不够。可是姐姐的小学老师曾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不要准备这么多，因为真的吃不完，会造成浪费。到底怎样的分量才是比较适当的呢？签名每次都档超高的，吓死人了。如果是每位家长都要带1道餐点的话，只要准备全班人数的1/3的分量就够了，不要超过1半。这样子每个人准备的餐点都可以平均的被享用到。比方说弟弟他们班有22个小朋友，在这种每个人都要准备餐点的 party， 我只要准备8到11人份的餐点就可以了。因为小孩子的食量有限，大人顾着聊天，吃的也不会太多。我今天如果准备了22个 muffin， 可能就会有剩的，必须要带回来或是丢掉。我这次是用预拌粉做的，所以12个 muffin 算是刚刚好。小熊软糖的 muffin 果然非常吸引小孩子，算是前几名就被吃光的餐点。那种小车车，他们礼拜5可以来这边借，就这种小车车。不过呢，同样是带 muffin， 另一个情形就例外。比如说小孩子在学校庆生的时候，因为小学在学校过生日非常的常见，那最频繁看到的就是有寿星的家长烤 muffin 给全班的小朋友吃。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就必须要全班每个人都可以吃到1个，包括老师。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形的话，我就要准备23个 muffin 才够，预拌粉可能就要买2包了。第2件事情就是在德国当家庭主妇非常忙。在德国家庭主妇也不少，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我觉得好像他昨天才刚上小学，现在变成对啊，现在变成在德国你肯定会看到很多接送小孩、陪小孩玩的爸爸们。我在德国这9年接送小孩的过程中，爸妈的比例大概是1比2，当然还是比较常看到妈妈接送，但是有参与接送的爸爸、陪小孩玩的爸爸还真不是少数。我在超市也会看到推着婴儿车或是背着小朋友去买菜的爸爸们。在德国当家庭主妇是非常忙的。这边也是他们的小学玩的地方。除了每天买菜准备全家的料理之外呢，小孩的学校有非常多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所以说有小孩的家庭主妇不用怕跟社会脱节。小孩子在学校或是私下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学校会有 Garten Fest、Summer Fest， 还有他们私底下 N 个生日 party， 同学之间互相 verabredet 或是 Übernachten。如果小孩子有下午的课外活动，那接送更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自然而然也会参与很多的社交活动。开始秋天掉。第3件事情就是弟弟班上22个小朋友当中有外国背景的3个小孩，其中1个就是我们家弟弟嘛，另外2个小孩呢，有1个他父母亲都是美国人。那对美国父母还有1个非常小的小 baby， 才刚出生，可能1-2个月吧。那对美国夫妇的德文说的超级无敌霹雳好，它上面还有苹果耶，你们会去摘吗？感觉他们的个性也蛮友善随和的，我家弟弟还会主动跟那位爸爸说英文呢。另外1个有外国背景的小孩，他是德日混血，他的妈妈是日本裔的，长得也是日本人的样子。但是这位日本裔的妈妈，她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我听她的德语已经完全没有口音了。她也跟我讲说，虽然她听得懂一点日文，但是她已经没有能力跟她的小孩用日语沟通了。有一次我去接弟弟放学的时候，刚好跟这位日本妈妈还有她的女儿一起走出来。那天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我们坐公车回家。
已经跟他们说了拜拜了，可是不久之后，日本妈妈还带着她的女儿折返回来跟我们说，因为他们今天刚好有开车，所以可以送我们回家。还希望我不要嫌弃他车子里面太乱，因为他们有4个小孩，还有1只大狗。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我才了解到他其实已经是日本家庭移民的第2代了。我比较讶异的是，他们家女儿的名字全部都是日文，连姓氏也是。当然，在德国，父母可以决定小孩子是要姓爸爸的姓还是姓妈妈的姓，但是这种混血家庭，根据我的经验啦，通常都会去选择一个德国的姓氏。然后里面有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融入这个社会吧，所以他们家的女儿的全名是日文，我还蛮讶异的。蛮厉害的，现在已经比我行了。第4件事情就是在德国生活，基本的德语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像今天这个 Gemeinsam Frühstück， 如果你一句德文都不会说的话，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的尴尬吗？我是有点难想象每一个家长你都要请他们跟你说英文是什么样的情况？难道你要一直低头猛吃吗？就算这个场合你可以低头猛吃，但是我每个学期都还会有家长到学校跟老师的面谈时间。No, I'm not. 你看，哎呦，你好忙哦！天哪，你是 Jackson Pollock 吗？每一个小朋友的家长有20到30分钟跟老师的面谈时间，家长们也会有 WhatsApp 的群组，也会有家长组织家长间的聚会，就是全班的家长一起出去吃饭聚会聊天，聊学校跟小孩的事情。特别是在德国，小孩年纪越小，家长之间的来往会越密切。因为你去接小孩的时候，也会跟别的小孩的父母微笑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貌。如果你老是板着一张脸，不跟任何人交谈，久而久之，人家就会觉得你非常的奇怪。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德文能力，只要有 B1 的程度，至少闲聊几分钟是 OK 的。毕竟我们长一副外国人的样子，人家也不会期待你的德语要说得多好，但是至少你愿意讲，表示你愿意融入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文化，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学好德语也是避免歧视和误会的第一步。虽然说大部分的德国人英文也说得很好，如果你只是一个游客，那么英文绝对是足够了。但如果要来德国留学、工作或生活的话，能用德语沟通还是非常必要的。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